结婚的时候就有是吧？对，但是我有输卵管积液，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卵巢多囊的改变这些问题。然后呢，我就是说，也不是说多勤奋的备孕吧，但是就是说，还是就不再避孕了。我从33想这个事情，现在35了。我现在更害怕，现在不去做，可能往后更难。我上次微信有跟你讲吗？就是我备孕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你怎么在备孕呢？我想知道。你是不是担心我还没有长大？就是备孕这件事情哈，看过的医生他有跟我讲，我这个节奏要特别的慢，然后我又没有那个勇气去放下我的工作，我检查出来，然后我就写段子，然后写了啊，别人笑了啊，我也笑了，哎，好开心，好像我就感觉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可能你当妈妈的心还没那么迫切？我觉得是的。我以前每拍完一部戏，我觉得我要歇一歇，在家待一待。你什么时候就有这个节奏了？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开始，因为那个时候29岁，拍完胭脂就突然觉得说我要停。那个时候绝对是说我一停起码得停个2年以上。对。你想怀1年，生完以后喂奶，那起码最少不就2年嘛？天哪！我就不敢想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害怕吗？就是你没有那种很强的生存危机感吗？我就一直都有，我一直都很害怕自己，如果停了就再也没有然后了。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这种职场的女生面临更大的这种，就是其实等你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你的位置。对，那你停着那个期间焦虑吗？还是焦虑啊？也焦虑，当然焦虑，因为重新开始真的很难，市场变天了。对。在你的人生排序中，工作是最重要的。它到目前为止都是最重要的。我好像很不敢相信，我没有工作价值之后，我的存在依然很正当。那为什么工作这件事情会这么的重要？我觉得就是我跟人讲笑话，满足了我被看见和被喜爱这2个诉求。为什么想要被看见和喜爱呢？就是因为我从小时候整个家是围绕着我哥哥的事情，我哥比较调皮，所以家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。然后后来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外表也很普通、成绩也很普通的小孩，所以你好像很长时间你是被忽视的。那时候我好像想做一点特别的事情，然后被人看到。但是你虽然有这样的渴求，但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做到。一直到做脱口秀，它让我就是一点点被看见。从2014年在北京讲段子，再到后来你能做专场，然后专场巡演，再到后来能做全国的巡演，甚至能跑到全世界别的地方去巡演。我觉得讲脱口秀这个事情让我变得更开阔，就是我值得被看见，然后我值得被人喜欢。哎呦，Melbourne，为什么你要那么疯哟？我是汤包 Tom， 小卢的老公，29岁，2017年认识的小卢，然后他30岁左右想要结婚有孩子，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，因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说 commitment， 真的没准备好这个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一直没准备好，他还一直得等我，这很不公平，所以我就提跟他分手。但是我就非常痛苦，我意识到对比结婚当爸爸，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失去了他。爸，我要7点才能到家哦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宝贝。所以我必须把他怎么说去重新追回来。对，追回来，对，追回来。Hello。所以你现在想要小孩了吗？我是绝对想要，
现在。对，明天，什么安排？明天去医院。哦，做那个检查，啊，我也做是吧？对。我也做。讨厌，我检查，万一出一个你没想要的结果呢？你不要说这种话，你这个人。我没有，我就说是我讨厌那个医院，因为那个。你中国人都不说这些东西，知道吗？哦，好的好的。就是别人不喜欢。那什么？想到了什么开心的事情 ？What？我觉得我现在说，我说的这一句话不是，怎么说？我在这种场景说，听起来有别的意思，但是没有那个意思。我就说我们的备孕要开始了。哦。就觉得有点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。好。我觉得备孕我们可以准备所有事情，但是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正好，所以我就你买了一个时光机。你看他们俩之间的表情。你说的对，就是一个时光机。这是啥？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呀，我很喜欢。是个戒指，有点复杂。这样。对。但是，对于它是一个时光机，我还是不解释吧。它就是有点浪漫，然后经常想那些可可爱爱、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他是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，这个是用怀表做的，是1930年的怀表，然后你看所有的这些，他们是调整这个怀表的那个小东西，它有5个，所以它可以帮你利用好、控制好你的时间。我一听到这些，我就觉得必须得送你这个，因为我觉得你最缺乏的资源就是时间，就是时间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备孕的痛点，我觉得。他的中文说的好好，痛点都知道哎。谢谢。你觉得你备孕最大的阻碍是在一起时间太少吗？对，但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在。是还是放不下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吗？对。我觉得很多对啊，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都会有，就是有个理论说社会它分 A、B 面嘛。A 面呢就是挣钱啊、成功啊这些东西 ，B 面那就是比如说生育、照料、家务这些无偿的东西。就女性你吭哧努力，好不容易成为了你小时候可能想象中自己能成为的很厉害的女性了，但是你可能因为生育，你会从 A 面滑到 B 面。做被看不见的一个人，我其实也很害怕自己转到 B 面，当我再转回来的时候 ，A 面会是什么样的场景？或者是我会不会在 B 面待太久？我也不知道。其实这些都是未知的恐惧。你这次在这边多长时间呀？我这次在家，从今天开始，接下来有的工作也都在上海。我会很长时间都不会再出差。汤包问我下一次离开上海是什么时候，然后我一看，我说：“哎，我不知道我下次离开上海是什么时候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在上海，一直在家里啊。这个事情简直是，其实我说出这句话的瞬间吧，心里也有点失落，就是啊，外面的世界没有再需要我吗？哎，我就意识到，哇塞，这好像是有一个新的改变发生了。失落是世界不再需要你。老人感。走吧。那我们要去做一些
检查呀。哎呀，这种检查都很痛苦。我其实每次要做这个检查，我都这个心就感觉很 heavy 的。没事儿，就看现在什么情况。我去年本来就准备做那个输卵管造影的，但是后来是因为我的人整体的状态太差了，医生他就建议我先不要再着急这个事情。但是我过去这1年很难说我有认真的照顾自己的身体，是挺紧张的，因为我就是不知道经过我这1年的奔波，我这个身体到了一个什么情况了。我们加油！嗨，主任。请进。这个是去年2月份做的中度的积水，就是25年以后就没有再做过超声是吗？对，现在你的月经规律吗？他就是每次都会提前那么一点，痛经吗？比如说有时候止疼药都止不住。好。现在你性生活的频率正常吗？你们2个人性生活的频率正常吗？我什么叫是正常？一周2次到3次。那不正常，大概。但是你是不采取避孕措施的是吧？不采取。现在不吃也算吃吗？吃时就忘了，就不是昨天吃了1颗，就不是特别规律的，因为今天要来，所以过去这6个月里的第一颗。所以基本上整体的叶酸代谢的检查，然后会帮你复查一个甲状腺和性激素的和卵巢的功能，然后因为你痛经，我们会查一个就是内异症的排查，也会帮你一起做掉，好吧？然后你还是要复查一个超声，差不多就是这些检查，好，行，OK 吗？好的，行。先生的话是查过精液的，对吗还没2024年。对啊，那你再去查一个吧。今天我们王医生可以帮你开一个。男生只有查这一项吗？对，是这样。我们对男生没有那么详细的照顾，就说他只要看上去身体还可以，我们就不太管他。血液什么的不用查吗？他的话，他不是跟你一起做过这个？对，你可以给我也看一下。谢谢。他好像确实还可以。OK， 行，那我觉得你暂时先查一个精液常规就可以。好，谢谢医生。那我走了。一会儿见。你好，那个精子检查，没事，可以说中文。OK， 倒进去。OK， 给您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再倒。OK， 好，行。你好，小猪吗？哎，对。啊，你好，谢谢。你备孕是吧？哎。肯定还是有点严重的，你肯定还是有积液的。可能24年发现右侧输卵管积液。输卵管目前是没啥。输卵管目前没积液了。没积液了吗？盆腔里面有积液。所以我输卵管现在没有积液吗？对呀。哇，所以它会自己消失吗？会的呀。啊。那目前看来是没积液了。哦，好哎。那。但是你痛不痛也要去做一个输卵管疏通的那个做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太好了。哎，很骄傲，很骄傲的走出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我就是我那一瞬间吧，我有一种就觉得我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好事，